Hello， 大家好。加拿大今年的夏天已经结束了，火爆的房产市场也在快速降温。最近几个月，各大城市的房屋销量持续放缓，目前已经接近了疫情前的水平。先来一起看看加拿大几大城市8月份的数据。首先是多伦多，随着市场供应进一步减少，多伦多住房市场的负担能力危机在8月份继续恶化。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，8月份的销量为8596套，同比下降了 19.9%， 而新上市房屋的数量下降的更多，为 43%。 多伦多房地产经纪协会声称，新上市房屋的数量处于过去10年的最低水平。与此同时，销售额比上个月下降了 8.2%。 8月份独立屋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1.5%， 仅售出3704套。半独立和联排住宅的销量也有所下降，只有公寓的销量有所增长，比去年增长了 11.3%， 为2544套。大多伦多地区房屋的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比上涨了 12.6%， 但环比上涨仅为 0.8%， 为1070911加元。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单户住宅和联排别墅推动的。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纪协会认为，尽管已经是连续第5个月下降，但这仍是8月份的第3高纪录。假如有更多的房产可供出售，情况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。尽管供不应求的情况使卖家处于主导地位，但是房价飙升1年后，买家的报价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，购买能力已经快消耗殆尽了。再来看看蒙特利尔的情况。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，蒙特利尔地区8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下降了约 30%， 为3372套。新房源数量比去年下降了 27%， 为4487套。8月份中位数价格继续上涨，单户住宅价格同比上涨 17%， 达到50万加元。公寓的中位数价格同比上涨 20%， 达到了37万5千加元。Plex 的中位数价格上涨了 13%， 达到67万9750加元。尽管蒙特利尔房产市场仍显示出过热状况，但是销售量下降的速度明显快于新增房源下降的速度，而且高于要价的销售比例也明显下降。这表明蒙特利尔房产市场的降温速度明显快于多伦多，而且蒙特利尔的房价自6月份以来已经趋于平稳。但例外的是，公寓的价格仍保持强劲上涨的势头，这可能是很多买家受到购买力的限制，倾向于更实惠的选择。8月份温哥华的房产市场也进一步放缓。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协会表示，温哥华的房屋销售速度放缓，但供应量也在减少，价格仍在继续上涨。8月份房屋销售总量为3152套，比去年增长了 3.4%， 比7月份下降了 5.2%， 销售额比8月份的10年平均水平高约 20%。 新增挂牌量4032套，比去年8月份下降了 30.6%， 比今年7月份下降了 7.9%。所有住宅物业的基准价格在8月份达到了117万6600加元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3.2%， 但仅比今年7月份上涨 0.1%。 最后来一起看看卡尔加里的市场情况。根据卡尔加里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，8月份卡尔加里房屋销售量为2151套，同比增长 37%， 其中独立屋销售量为1300套，仍显著高于长期平均水平。卡尔加里在整个疫情期间的房产销售量都远远超出了预期，这主要是由独立屋的需求推动的。供不应求的情况有利于卖家，这是6年多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尽管需求旺盛，卡尔加里的房价并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急剧上涨。根据加拿大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，今年7月份全国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了 15.6%， 而卡尔加里7月份的价格也只是比去年7月份上涨了 10%。 尽管卡尔加里平均房价在8月份已经达到了48万8043加元，高于去年同月的47万0271加元，但是卡尔加里还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涌入。在卡尔加里，年轻人持有抵押贷款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30至39岁约 39% 的人口持有抵押贷款，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35%。 温哥华和多伦多30至39岁只有 24% 的人持有抵押贷款。从以上这几大城市的情况可以看出，房产市场降温明显。
这不仅体现在数据上，还表现在不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微信群，房产话题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成交量放缓，但并不意味着房价很快就会回落，尤其是在多伦多、温哥华等很多地区，库存量仍然很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房价依然会坚挺一段时间。尽管有些地区已经是肉眼可见的房源增加，比如蒙特利尔，但是只要贷款利率和房产政策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房价短期内也不会明显回落。虽然有很多卖家还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，但是竞价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司空见惯了。造成目前这样房源少、供求紧张的原因非常多，其中改善型的需求被抑制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因为房价飙升，很多想换房的人发现已经换不起了，即使他们在最好的时机卖掉自己的房子，也买不起新的，所以只能先凑合着住下去。因为经济数据难看，加拿大央行昨天宣布继续维持 0.25% 的基准利率，并且将量化宽松计划维持在每周20亿加元的速度。央行又重申了低利率的承诺，声称直到经济准备好才会加息，而且预计不会在2022年下半年之前加息。央行还表示，推高通胀的因素是暂时性的，但持续性和幅度尚不确定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清楚，高通胀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。即便是这样，央行也不敢贸然加息。昨天央行的利率政策宣布后，加元应声下跌，今天加元兑人民币已经跌到5.1块了。随着房价飙升，房产负担能力问题会越来越突出，再加上房源少，未来房产市场会进一步降温，价格上涨也会进一步放缓甚至停滞。比如最近几个月，渥太华、蒙特利尔、埃德蒙顿等城市的房价已经基本趋于平稳，今后越来越多的城市会向着这个方向发展，直至银行加息或者是新的房产政策出现。因此打算买房的朋友还可以继续观望一段时间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